普京主动停火，却换来乌军激烈炮击，有3大推手要榨干俄罗斯。大家好，我是肖云华。泽连斯基拒绝停火，接着就炮击俄军阵地，让俄罗斯流干最后一滴血。近日，俄罗斯总统普京借着东正教圣诞节的理由，宣布俄军全线停火，并且还向乌克兰当局提议暂时休战，引起了巨大的关注。乌方却认为，俄罗斯是希望利用暂时休战作为掩护，阻止乌军的反扑，同时利用休战这段时间来补充弹药。美方也抱着类似的观点。当然，俄罗斯真是为了过这一重大节日，还是拿着这个幌子迷惑乌克兰呢？或者还有别的什么想法？我们暂时不好下结论。但是乌方不仅没有答应普京的提议，反而加大了反击的攻势，并且还在前线用火炮打击了居民区以及俄军的阵地。看来无论普京耍什么样的花招，乌克兰军队还是按照自己的步调在走。从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所说的，从各种情报来看，乌军的炮击并没有给俄罗斯造成多大的损失。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，俄方对乌方的选择是进行了预测的，并且应该做足了准备，不然不会显得这么的平静，反而还会谴责乌军打击平民区，意图给民众造成伤害。其实乌克兰早就陷入了全境停电的状态，电力设施也几乎全部被俄军摧毁，基本失去了制造武器弹药的能力。虽然西方会时不时地向乌克兰输送武器，但毕竟需要时间，而且西方也一直对俄罗斯发起各种制裁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乌军在正面战场上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战果，反而还丢掉了大量的领土，就连夺回赫尔松地区也是俄军主动撤离的结果。乌军最好的战果无非就是用袭击的方式杀伤俄军有生力量。坦白说，只要俄军今后保持谨慎，其实一些小打小闹的袭击基本影响不了整体战局。所以有不少人就质疑乌克兰做出的选择，如果答应普京的要求，就此暂时休战，不但能缓解冲突的激烈程度，同时还可以寻找机会缓和局面，甚至就此与俄罗斯开启和平谈判之路。就算最终不能成功，俄军也可以借助这个机会喘口气。为何泽连斯基不做出更明智的决定呢？近日有媒体报道，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在当前局势与泽连斯基进行了长时间的沟通，并且承诺会向乌军输送轻型坦克以及装甲战车。与此同时，美国和德国也达成了共识，不仅会向乌克兰提供各种类型的战车，而且还会在防空力量上对乌克兰进行支持，给乌军提供美国最为先进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。要知道，随着俄战略航空兵司令宣布，俄罗斯战略轰炸机将参加对乌克兰的特殊军事行动，就成了乌军反攻中最大的绊脚石。因为乌军非常清楚，如果真的要夺回失去的领土，就必须要组织大规模的行动。但是制空权一直在俄军的手中，一旦俄军战略轰炸机出动，大规模的部队就会成为狂轰滥炸的靶子。此前乌方曾多次向美国讨要爱国者这种防空导弹系统，但是出于各种原因，美国一直没有答应。如今在这敏感的时刻，不仅美方在力挺乌克兰，法德也做出了同样的动作。众所周知，这场俄乌冲突的原因就是北约东扩的结果。然而，美法德这3个国家又是北约中最重要的3国，说他们是这场冲突的3大推手都不为过。如今看来，这3大推手并不打算放过俄罗斯，让乌克兰拼干俄罗斯身上的最后一滴血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